先天罕见综合症案例。2014年3月7号，宝宝在吉隆坡一家医院动了眼皮纠正手术。2014年3月9号，因为手术时放喉管弄伤了喉咙，引起气管炎，再次被送入了怡保的中央医院。住院期间，父母向医生提起了有关女儿左边肾脏有肿块。2014年3月12号，当时1岁9个月，被西医诊断为肾肿瘤基因癌，肿瘤约9公分大。西医说女儿是特殊宝宝，由于本身的基因病变导致她患有此肿瘤。此外，宝宝天生小儿孔，在新生6个月大2012年12月份时被证实有重度听障，左右耳的能听度分别是60 dB 和70 dB， 因此一般的音频音响他都听不清楚，必须依靠佩戴助听器以及上语言治疗课。医生的建议是等他到了4岁才做 MRI 检查，看看是否能动内置手术，以帮助他恢复听觉。当宝宝被诊断为肾肿瘤基因癌时，医生说宝宝要马上动手术切除9公分大的肿瘤，切除2个星期后还要做24次的化疗。医生没给父母时间考虑，马上联系安排宝宝到吉隆坡医院动手术的事宜，结果宝宝就被安排在2014年3月17号住院，2014年3月19号动手术。当时父母也没有别的头绪，心很乱。知道手术化疗失败的例子很多，由于没有别的治疗方法，也只能接受医生的安排。他很有福气，让我们徘徊在手术与化疗的边缘上，遇上了原始点医学。2014年5月19号，全身起红肿块；5月20号，全身起红肿块；5月19号、6月28号前后40天；5月20号、6月28号前后39天。是哪里呀？哎呀，阿弥陀佛。Oh, good girl. Hello, hello. 妹妹打电话 ，Hello. Oh, good girl. 我们在怡保找了一个服务中心，我们给他做了原始点过后，到现在都没有用过任何的西医治疗。他的那个9公分的肿瘤，在上一年检测出来的时候已经缩小了，到现在已经是摸不到也感觉不到了。原始点的3个月过后，它出现非常非常严重的荨麻疹，从头到脚，甚至脚板都有肿块，红红的一块块，甚至脊椎后面也长出了一颗很大颗像是囊肿的东西。可是，可是呢，真的是要坚持。关于那个荨麻疹所带给我们家庭的压力，因为通常用一种特殊的医疗方法，压力也不一定是来自自己的，有时候身边的人，好像父母，他们会给压力给你们，就是说你用了原始点，你看现在又出现那么严重的问题，是整身都是严重皮肤病或者一些很不知道什么病因的事情。他会来挑战你们，就是说不如你还是回去西医那边，所以一定要多了解那些原始点的资料，
给自己充实，这样子才可以坚持下去。坚持是最重要的。从那个西医那边确定肿瘤到要切割的时候，我们是逃离了这个医院，回到家，另一天就马上去了那个志工站那边去治疗。这样子，这个西医那边他没有放过我们，因为他要我们的女儿做一个例子，就是试验啊，他没有机会做，他也得不到答案，所以医院那边也要一个答案，他就追到来我们那边，然后给压力了。你可以接受其他的治疗，但是你先送你女儿去吉隆坡这里切了那个肿瘤。做了化疗，你慢慢试你的东西，要不然的话，也是那句话，你女儿以后有什么事情都是你一手造成的，他就是这样子给压力，然后要我签字啊，就是说你决定放弃你女儿一切的治疗，然后一直说很多不好听的话啦，就是说你们做父母很不负责任啊，很残忍啊，什么什么。但是幸亏我是从怡保来的，怡保的志工还有那时候介绍我们这个原始资源的志工，给我们很大的信心。这个也是要感谢原始点和张医师。他出事是特殊儿童来的，这样子他眼睛还有耳朵都是有问题。他出事的时候是耳朵是没有耳洞的，是几乎是听不见。他听不见，这样子医生那边做检测说需要戴那个耳机。他开始的确是要戴耳机的，才听得清楚我们讲什么。到现在来说，他耳洞也是没有发育，但是他完全是没有戴耳机的，他听东西比我还清楚。我说过，我自己也是癌症患者的家属，我曾经照顾我太太，来自于各方的压力，我都清清楚楚。所以你要坚持下来是不容易哦，不止患者本身的症状反应，还有来自于家人的反应，这些你遇到了，你怎么坚决下来，坚定走下来，这也是一个很关键。